15年时间，1万亿日元打水漂，日本客机项目下马，对我们有何警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在世界范围内，有能力制造客机的国家是屈指可数，除了美国、欧洲、俄罗斯、中国，也就是巴西和日本了。近日，被日本寄予希望的新一代客机，由三菱公司牵头研制的 MRJ 项目正式宣布下马。三菱重工的社长全泽清鞠躬谢罪，历时15年，斥资1万亿日元，约合513亿人民币的日本首款国产喷气客机项目失败，是否预示着日本的国运已在走下坡路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日本的 MRJ 项目。在央视的报道中，这种飞机被称为大飞机，要注意是带引号的大飞机，实际上它只是与中国的 ARJ21 个头差不多的喷气式支线客机，也就是座位在90个以下。中国的 C919 的座位数是160到190个左右，所以日本人的 MRJ 项目作为其发展客机产业的切入点，并不能说是好高骛远。与日本相比，中国先发展自己的 ARJ21 支线客机，后研制即将投入运营的 C919 干线客机，再计划与俄罗斯共同研制 CR929 宽体客机，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得很扎实。在很多人看来，日本发展支线客机比中国发展大飞机项目面临的挑战要少，因为日本从国际市场上可以得到更多的供应链支持，被卡脖子的可能性极小。然而结果却完全相反，在中国支线客机和大飞机项目走向成功的时候，日本人却陷入了彻底的失败。那么该国的 MRJ 项目到底为何会失败呢？这项计划的命运对中国发展大飞机又有什么警示呢？首先，过分强调国产化可能是 MRJ 项目失败的原因之一。中国的 C919 项目为了更快地取得适航证，减少研制过程中的技术障碍，大量使用了国际供应商的先进子系统，因此被很多网友所抨击。其实这样的观点并不一定正确。日本的 MRJ 之所以失败，既有项目预算超支的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过度自信的要使用自主研发技术。日本人启动这个项目之后，在将近20年的时间内，制造了1架 MRJ70 和7架 MRJ90 原型机，却连日本本国的型号合格证都没有拿到。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大量使用了三菱重工自己研发的一些不成熟的材料和关键零部件，并在飞机设计上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不得不进行几次重大的修改。期间甚至还发生了神户制钢公司提供的铝材料在强度和耐久度上的造假事件。在缺少配套客机产业链的情况下研制客机，在前期使用国际上成熟的供应链产品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实际上，美国波音公司、欧洲空客公司也是这么做的。C919 的国产化率现在已经超过了60%，以后呢还会更高。中国采取了稳健的提高国产化率的方法，与日本人想吃独食的玩法不一样，其结果呢也就完全相反。第二是定位尴尬，眼高手低。MRJ 的定位呢是支线客机，但是日本人似乎又不太满足，所以对该项目是一直在做更改。比如宽度增加了 204.47 厘米，高度增加了 295.91 厘米。后来的改进机型，搭载乘客的数量增加到了100人左右。支线客机的基本定位大致在90座以内，投入运营以后，再通过修改设计的方式逐步提升载荷量。而干线飞机的定位往往是160人以上，二者的基础是不同的。MRJ 连支线客机都没干好，又想着抢大飞机的活，在缺少技术积累的情况下，面临的技术困难是非常多的。最后，由于好高骛远，而成为了压垮整个项目的稻草。第三，日本缺少培育客机产业的市场，
与中国不一样，日本发展航空产业的基础条件并不好，目前只有丰田公司有喷气式公务机的业务，而且呢也是半死不活的。中国虽然缺少发展现代大客机的经验，但是我们有研发轻型运输机、中型运输机、支线客机和大型战略运输机的研发经验，甚至过去还开发过运10这样100吨级的大飞机。日本还不像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航空客运市场之一，所以日本发展支线客机的订单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国外客户，而中国研制 C919 和 ARJ 几乎依赖于中国国内市场就可以活得很好。另外，在全球航运市场， C919 这种级别的大客机是需求量最大的，前景也更好。第四，日本缺少制衡欧美的底牌。日本与中国发展客机产业都不是美国和欧洲所希望看到的，但中国因为有庞大的国内商用客机市场，完全可以制衡欧洲和美国客机产业巨头，用自己的市场培育大飞机产业，甚至呢能够用市场换技术。比如空客公司就在中国设有欧洲之外唯一的空客大飞机的组装厂。中国的航空企业很多年来一直都是波音和空客的配套零部件供应商。中国通过发展 C919 正在建立起一条庞大的航空产业供应链，而日本则缺乏这样的基础。总体而言，日本发展民用航空制造业的失败，证明了中国的大飞机发展之路才是正确的。它也印证了日本在航空制造业的发展上已全面落后于中国。日本的失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警示，在发展大客机产业时，一步一个脚印有多么重要，维持与国际供应链的紧密合作同样重要。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